从明天开始，我每天给你送花，正式对我未婚妻展开追求，告诉所有管城人，你宁云初以后是由我战一尘罩着的。我再说一次，你若是在逃避我，我要么搬到你的花店去住，要么就搬进你家里赖着，除非你花店不要了，这个家你也不回了，否则你休想摆脱我。见宁云初被气得说不出话来，战一尘心情大好。他害他大半个月都不好过，他要连本带利讨回来。不早了，早点回房休息，明天一早我就过来陪你用早餐，等着我送你回花店。你要是不等着我，他修长的手指又戳一下他的红唇，他是真的很想放肆的品尝的，后果自负。宁云初咬牙切齿的，战一尘，你现在就像个无赖。对，我就是个无赖，我当君子的时候，你理都不理我，逼我如蛇蝎啊，那我就当个无赖了，也只有无赖才能知道你。早点休息，我先回家，晚安。自我感觉拿捏住宁云初的战一尘，好心情的哼着歌离开了宁家别墅。苏家，新郎苏南喝得醉醺醺的，虽说有众多伴郎帮他挡酒，但是敬酒的人也多，他不可避免的喝醉了，走路都走不稳，还是由苏少主驾扶着他回到新房。这沈小军跟在后面走，他也喝了不少的酒，一张粉脸红红的，更添几分美丽。苏少主放苏南躺下后，对沈小军说道：“弟妹，阿南就交给你照顾了，谢谢大哥扶他回来。”沈小军连忙向苏少主道谢，还有不少亲朋戚友跟着本想闹洞房的，看到新郎都醉得站立不稳了，大家想闹洞房的心思就没有了。阿南都喝醉了，你们也别闹啊，让他们小夫妻俩早点休息吧。苏少主边说着边挥手，让大家呀不要想着闹洞房了，都回去休息吧。新郎醉了，苏少主这个当大哥的又护着弟妹，不让大家闹洞房，大家只得扫兴而归。那大家走后，沈小军赶紧关上了新房的门并反锁，之后他又在房里到处瞄，确定没有人藏在新房里了，他才走回到婚床前坐下，用手推了推苏南，说道：“别装了，他们都走了。我也找过了，房里能藏人的地方都没有人。”苏南睁开眼，眼神清明，没有半点醉意。他坐起来不放心的道：“我再找找看。当初他们结婚的时候，我闹洞房闹得最欢了。他们说过的，等我结婚也要闹一回洞房，可得小心点。这就是出来混的，早晚都得寒。以前他闹别人，现在别人不就想闹他，亏得他装醉避过了一劫。”苏南在新房里呢翻找了一遍，甚至还开了窗，探头出去看看外面有没有蜘蛛侠之类的，确定没有之后，他才关上了窗，一脸放心的样子。装醉这个办法还不错。沈小军笑道：“结个婚还得防着别人闹洞房，谁叫你以前那样放肆，老是闹别人的洞房。结婚是开心的事，大家也就闹一闹，不过不会闹得太过分的，我们也只闹新郎，不闹新娘。新郎是兄弟，闹一回就过了，新娘可不能闹，免得吓到了新嫁进来的嫂子。”苏南也是闹别人洞房闹得多了，轮到他结婚，他才担心会被大家报复回来，故而装醉。老婆，没有人闹洞房，可以尽情过新婚之夜。苏南走过来，拥着沈小军在床沿边上坐下，看沈小军的眼神炽烈如火。老婆，春宵一刻值千金呢，咱们别浪费时间了呀。他说着就要讨击相吻，被沈小军推开了。我妆都未卸，衣服也未换，还得去洗澡呢，你也是啊。那沈小军说着起身坐到梳妆台前，先把戴着的珠宝一件件摘下来。今天的他说一句珠光宝气绝对合适啊。苏南送过去的珠宝多都可以开珠宝店，他娘家给他准备的珠宝也很多。出门时，他脖子上、两只手上戴满了金银珠宝，豪得亮瞎所有人的眼。就沈小军觉得当时的自己是移动的珠宝店。老婆，你今天真的很漂亮。苏南凑过来，
夸赞着新婚妻子。我什么时候不漂亮了？苏南嘻嘻地笑，对，我老婆什么时候都很漂亮。他也帮着沈小军把带着的珠宝拿下来，笑问一句，老婆今天累吧？累，不过累也很幸福。我不嫁一次都不知道自己能豪成那样，我太幸福了，娶了个土豪新娘，可以少奋斗50年，直接躺平。以后战印再叫我加班加点，我就不鸟他了，我有土豪老婆包养了。那沈小军扑哧地笑了。苏南，你别逗我了，我的豪都是你给的。苏南自背后拥着他，趁机偷香。老婆，我能给你的都给了，以后我在战氏集团赚到的钱也都给你，你可得爱我一辈子。你爱我一辈子，我也爱你一辈子。婚姻是靠双方用心去经营的，就他不会单方面付出。那苏南爱他敬他，他就会以同等的感情。这沈小军转身，两手自动搂上他的脖子，然后送上香唇。深情的一吻后，沈小军柔声说道，苏南，先去洗澡吧。还叫我苏南呀？老公。苏南立即一副浑身舒畅的样子，说道，老婆，你以后要多叫我老公。听你叫我老公，我骨头都酥了。沈小军在他脸上又亲了一口，行行行，以后都叫你老公，让你天天骨头酥软无力。又说春宵一刻值千金，不能浪费时间，还不快点去洗洗。苏南一把抱起了他，老婆，咱们一起洗吧，那样谁也不用等着谁。那沈小军有点害羞，不过今天是2个人的大喜之日，今晚是他们夫妻俩的洞房花烛夜，没必要害羞。于是沈小军大方地搂紧了苏南的脖子，爽快的道，为了节省时间，那咱们俩就一起吧。苏南美滋滋地抱着老婆进浴室去了。这是个充满了深情的夜晚，抱得美人归的苏南幸福地开始他的新婚之夜。朝阳东升，新的一天开始。就海彤起来的时候，发现姐姐已经起来了。海玲出院后，为了盯着姐姐在家里休养，海彤很谨持地要求姐姐暂时住进她和战印的家里。考虑到自己还需要休养，又有个3岁的孩子需要照顾，海玲答应了妹妹的要求。那母子俩便暂时住进了战印的山顶别墅。海玲呢，带着儿子在院子里散步。这个季节，管城已有炎热的味道了。白天太阳毒辣的时候，很多人忍不住开了空调。不过清晨还是很清凉的啊。别墅的清晨也很安静，海玲很喜欢清晨的时候，在院子里散步，既能锻炼一下身体，也能赏赏花。这战印不是喜欢花草的人，以前别墅里的那些花草是为了给别墅增添一点美景，现在别墅里却被布置成了花园。因为海彤喜欢养花，战印从山庄的花房里移来了很多开花很漂亮的各种花，种在山顶别墅里，供他的爱妻每天欣赏。洋洋今天休息，不用去上课。小家伙开心得很不得了呀。虽说上了一段时间的课，他也习惯了，就偶尔还是想休息，想黏着妈妈的。妈妈，洋洋在一盆花的面前停下来，扭头问着妈妈，妈妈，我能把这朵花摘下来吗？为什么要摘花啊？海玲没有马上拒绝儿子，而是问儿子为什么。洋洋闪烁着大眼睛，说道，洋洋觉得这朵花开得好漂亮，想摘下来。然后呢？洋洋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。海玲蹲下身去，洋洋是单纯觉得这朵花开得好漂亮啊，就想摘下来把玩是吧？洋洋点头。那花开得漂亮，他就想摘下来。洋洋觉得这花漂亮，别人也会觉得这些花漂亮。要是人人都像洋洋这样觉得花好看就摘下来把玩，那么很快就没有花给大家欣赏了。洋洋是喜欢看到光秃秃的花盆，还是喜欢看到很多的花开在枝头？洋洋知道自己想摘花的想法是错误的了，大眼睛依旧闪烁着，稚气的脸上却有了知错的神色。妈妈，我不摘花了，留着花开枝头，人人都能欣赏呀。海玲轻摸着儿子的小脸，柔声夸赞着，
洋洋是个好孩子，以后不管在小姨家里还是在外面游玩，都不要乱采乱摘，知道吗？洋洋懂事的点点头。姐。海童听到姐姐通过一件小事教育着外甥的话，走了过来。小姨。洋洋笑着小跑向海童，海童抱起了他。洋洋喜欢花，小姨给你摘一朵好不好呀？洋洋摇头，小姨不要摘花了，这样我们每天都能看到开着的花。海童笑着对姐姐说道。洋洋一叫就懂，孩子就是要从小教起，人之初性本善。每个人最初都是一张白纸，就看我们做父母的往白纸上面填充什么内容了。父母是人生的第一位老师，言传身教是影响孩子一生的。这么早起来，不多睡会儿啊？你们书店今天不开门吧？学生从今天开始放5一假了呀。这几天不开门。姐，你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的，要多躺着。海童放下了洋洋，洋洋在前面奔奔跑跑的，她姐妹俩在后面慢慢的走着。再躺，姐的骨头都要长没了。现在我没有什么不舒服的了，就是伤口还有点痛，有点痒。小军3朝回门后，我也得回任你时看着了。沈小军3朝回门，海童姐妹俩会去沈家吃饭。3朝回门后，苏南也会带着沈小军出门度蜜月。他2个月的婚假呢？在姐妹俩散步的时候，一名佣人走过来，恭敬地道：大少奶奶，陆总过来了。那听了佣人的话，海童本能地看向姐姐。海玲淡淡的道：彤彤，他来与不来与姐姐无关。他还没有出院时，陆东明还是很克制的，不想他在养伤期间还要分心处理感情的事。那他出院后，陆东明就不再压抑他对海玲的感情。现在傻子都能看出来，陆东明瞄上海玲了。他每次看到海玲，那眼神就炽烈如火，总是如影如随地追逐着海玲。陆东明就是冲着姐姐来的。海童说道，随即对佣人说道：进屋里看看大少爷起来了没有，要是大少爷还没有起，就让明叔请陆总进屋里好好招待。我和我姐还想再逛逛呢。姐姐不接受陆东明的感情，就海童是站在姐姐这一边的。佣人就恭敬的应声，按照海童的吩咐去做了。对于陆东明经常大清早就过来蹭早餐吃，大家已经习以为常。就算没有海童的吩咐，陆大总裁的车子也是轻车熟路的驶进大别墅里。陆东明还没有停好车，远远的就看到海童姐妹俩在远处散步赏花。等他停好了车再看，已经看不到姐妹俩的背影了。那陆东明倒是不急着过去，他下车后先问着迎出来的明叔。明叔战印还在跟周公下棋，大少爷昨晚喝得有点醉，现在还没有起来。明叔笑道：陆四少先进屋里等等，大少爷估计也快起来的了。大少奶奶已经在院子里散步，大少爷也睡不久的啦。喝醉后的大少爷隔天醒来看不到大少奶奶，又得生闷气啊。以前战印一旦生闷气，大家都得心慌慌，如同末日来临一样。现在大家都不怕了，反正有大少奶奶在，他们只是通过这种方式判定大少爷多久会起来。也好。陆东明随着明叔进屋，刚进屋呢，就看到要下楼的战印。战印俊脸绷得紧紧的，表情严肃，果真如明叔猜测的那样。他醉酒醒来，头有点痛，眼睛还没有睁开时，就故意呻吟一声，想让老婆心疼他。结果身边的娇妻早就不在，他一摸被子底下都是凉的了，说明海童起来得很早哈。某少习惯被人捧着，特别是不太舒服时，他最希望海童围着他转的。偏偏谁都可能围着他转，就海童不会。还没下楼，又看到大清早跑过来的好友，战印的表情就更加的严肃了。也就是陆东明还能神色自若地走到沙发前坐下，不把战印的严肃表情放在眼里。昨晚没睡好啊？陆东明还是关心地问了好友一句。
他看着战印绷着俊脸下楼，又看着战印走过来，在单人沙发上坐下。昨晚你没醉啊？战印反问他一句。陆东明呢笑了笑，说道：我就喝了2杯，没醉。顿了顿，他又说道：你们个个喝醉了都有人照顾，有人心疼，我是个单身狗，醉死都没有人照顾，不敢喝那么多酒。战印喝了一声：于小姐很乐意照顾你。提到于茵茵，陆东明脸上的笑意就淡了很多。我和于茵茵不可能的，她也从我家里搬出去，于茵茵也准备离开管城了，那她谈的合作基本上也都谈下来。眼看这陆太太使劲地撮合她和陆东明，于茵茵也向陆太太坦诚了，她最近都没有在追求陆东明，因为陆东明的心不在她身上，她不想做无谓的争取。她的管城之行收获满满的，也该回家了啦。哎，你妈不是那样想的，你这么早过来冲着我姐来的吧？我姐说对你没有想法。站印起来没看到海童那张笑脸，老大不爽，对陆东明说话便直接的很。陆东明好脾气地道：我知道海玲对我没有想法，但这不影响我追求她，我对海玲很有想法就行。站印瞪着他，陆东明嘿嘿的笑。明叔呢给陆东明倒来了一杯水。明叔，这你们大少奶奶呢？站印问了句。明叔答道：大少奶奶和海小姐带着洋洋在院子里散步赏花。站印嗯了一声，没有再问下去，因为他站了起来，撇下陆东明就往屋外走去。不用问也知道他是去找海童了。那陆东明厚着脸皮跟着他走。站印扭头看他2眼，说他：你跟着我做什么？陆东明笑着：我想洋洋了，去看看洋洋。那2个人一起走着，没多久就与回来的姐妹俩遇上了。洋洋，陆东明叫着洋洋的名字。陆叔叔。洋洋还不知道陆东明想当他的爸爸了。看到陆东明过来，小家伙欢喜地奔向陆东明。洋洋，来，一丈抱抱。洋洋是跑过来了，抱起他的人却是站印。陆东明都蹲下身子去，张开了双臂，等着洋洋扎入怀里的，结果被站印截了胡。姐妹俩过来。陆总。海童客气地和陆东明打招呼。那陆东明笑着嗯了一声，他看向海玲。陆总早。海玲坦然地问好。对于陆东明投过来的这炽热眼神，海玲也是坦然地面对，没有半点逃避。那让陆东明从他的眼神里看到了无风无浪，他对他是真的一点想法都没有。这个认知让陆东明内心有点挫败感，很快也就释然了。海玲经历过一段失败的婚姻，现在她的前夫一家人都还纠缠不休的，让她对爱情、对婚姻都有着排斥。她需要花费很长时间，才能融化海玲的心，让她重新相信爱情，相信婚姻。陆东明也给自己几年的时间来追求，等待海玲的回应。反正他不急，除非海玲嫁了别人，否则他愿意一直等下去。海玲早。陆东明也回应着海玲的问好。站印抱着洋洋和海童率先离开，他边走边抱怨着妻子：老婆，我昨晚喝醉了，今早醒来头有点痛，但是睁开眼没看到你在我身边，我觉得头更痛了。海童挽上他的手臂，软声说道：我看你睡得香，就没有吵醒你，头还痛呀？用过早餐继续补眠，这几天是那5一假，好好休息。你陪我？我陪你。站印起来没看到妻子的那点闷气，荡然无存。他就是这么好哄。陆东明看着海玲，关心地问道：海玲，你今天感觉怎么样啊？很好，谢谢陆总的关心。海玲答得一板一眼的。陆东明默了默后说道：海玲，你对我冷漠了很多。没有的事，我对陆总一直都是这样的态度。海玲平静地看着他，陆总帮了我很多，我是很感激陆总的，怎么会对陆总冷漠呢？就他看似没变，其实就是变了。
对他就是冷漠疏离。海玲，我喜欢你是真的。就陆东明当面把自己的感情剖白出来。海玲还是平静的很。那陆总，谢谢你的厚爱，现在我无心感情之事，陆总不要把心思放在我身上。哎，那是浪费时间的，陆总和于小姐很般配啊。说实话，论家世背景，我和于茵茵是门当户对，我妈和她妈又是好闺蜜，极力撮合着我和她，但我对她就是没有心动的感觉。陆东明认真地看着海玲，认真的道：海玲，我不是年轻气盛的毛头小子了，我已经36岁，很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，也知道自己在做着什么。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心的。我也知道你现在就无心感情的事，我可以等的，只希望你还能像平时那样对我，不要对我冷漠疏离。海玲与他对视着说道：陆总，我不是逃避问题，我是觉得我对陆总没有想法，就不要给陆总一种还有希望的错觉，浪费陆总的时间吧。陆总，我是个离了婚的女人，不是说离婚女人没有资格再追求爱情，是我不相信爱情了，我不愿意再涉足情爱，只想好好的经营我的早餐店，赚点钱养大洋洋就足矣。我也知道陆总不是一时心血来潮，更不是玩弄我呀，但我们真的不适合。陆总还是不要花费心思在我身上了。陆总很好，只要陆总一意实现，你会发现更加适合你比我更好的女孩子的。那海玲相信陆东明现在是真的喜欢她，但她不再是未经历过情爱的年轻女孩子，她不会一头热的扎进去。不说她和陆东明的差距，就仅是她不是陆太太喜欢的，她就不能栽进去。婆媳矛盾她好不容易摆脱，不用再为婆媳矛盾头痛生气了，何苦又跳进苦海？况且她对陆东明是真的没有想法，就从来都没有考虑过和陆东明发展成为情侣关系。陆总，失陪了。海玲歉意地道：我先回屋里去。说完，她从陆东明的身边走过。陆东明站在原地，默默地看着海玲从他的身边走过，半晌他才抬脚走。早就知道向海玲表白会是这个结果，他也做好了等上几年才能让海玲心动的心理准备啊。回到屋里，陆东明接收到好友带着关切的眼神，战印看他没什么不妥，便没有多问，只是招呼着他一起用早餐，还拍了拍他的肩膀，低声说道：不着急，慢慢来。陆东明笑了笑，说道：我是不着急，反正我有一辈子的时间跟他磨，只要海玲没有嫁给别人，他都不会放弃。洋洋那里很重要。战印低声说了句。陆东明嗯着，我知道，我对洋洋也是发自内心的喜欢。以前还没有爱上海玲的时候，他都很喜欢洋洋这个孩子，现在就更不用说了。走吧，用早餐去。战印邀请着好友共进早餐。海彤姐妹俩呢，已经带着洋洋进了餐厅。那陆东明在战印这里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客气，就他是完全像回到自己家一样。这几天属于周末加五一假期。早餐过后呢，战印计划带着老婆回山庄陪伴老人家。海玲母子俩就很自然跟着去。我闲着也是闲着，有一段时间没有见到战奶奶了，怪想念她老人家的。战印，我跟你们一起吧。陆东明明明昨天还看到了老太太呢。苏南和沈小军的婚礼上，老太太不知道笑得多欢呢。虽然苏南不是他老人家的孙子，但是苏南和战印交好，苏战两家交情也铁，他老人家也把苏南当成自己的孙子看待。苏南收获幸福，他老人家开心得很。战印边抱着洋洋上车，边说着：陆东明，脚长在你的身上，你想去就去，我还能拦着你不成？陆东明望向海玲，很希望海玲能坐他的车，不过呢，海玲没留意到这一点，他和儿子就坐一辆车，战印夫妻俩一辆车。陆东明想挤到海玲那辆车上也是可以的，他想了想后还是放弃了。反正只要他跟着去游游山庄，也是能见到海玲母子的。
很快呢，数辆车驶出了别墅，前往悠悠山庄。那与此同时的宁家，宁云初没想到战逸晨真的大清早就过来，等着送他上班。他是坐着自家司机的车准备出门，但是痞痞的战二少爷那辆车像螃蟹似的，横着停放在别墅的大门口，就不管司机按多少次喇叭，战逸晨都不移车。大小姐，战二少爷不肯移车，我们出不去。司机放弃了，再按喇叭，扭头对着车后座的宁云初说道：“战逸晨下车。”他靠在车身上，两手插放在裤兜里，就看着宁云初的那辆车，就他等宁云初认输。宁云初在心里把战逸晨骂了几百遍，最后就他还是下了车。哇，他一下车，那战逸晨便有了动作。他走过来，温柔体贴地牵拿起他的拐杖，牵着他走向他的车。以后都由我来送你。哦，对了，战逸晨示意2名保镖过来，这是他从山庄那里调过来的保镖，因为他平时出入是不带保镖的。他这个战二少爷的名气没有大哥那么响亮，也不需要像大哥那样带一班保镖防着花痴女。2名保镖近前，战逸晨对他们说道：“这是宁大小姐啊，你们未来的2少奶奶，以后你们俩就跟在云初的身边，不是盯视他，是保护他。若遇到你们解决不了的麻烦，再通知我。”他说这话呢，是说给宁云初听的。事实上，他安排2名保镖跟着宁云初，一是保护宁云初，二是方便他想见宁云初的时候，随时知道宁云初的下落。被宁云初逃避了大半个月，战逸晨是尝到了相思的苦头，他就不想再尝那种苦。云初他们一个叫阿季，一个叫阿言。战逸晨说完后，又对2名保镖说道：“你们俩自我介绍一下，让宁大小姐记住你们的声音。”阿季先向宁云初问好，然后再到阿言。宁云初记性好，2名保镖只要在他面前说过话，他是能记住他们的。战逸晨，我不需要他们跟着。宁云初知道自己的反抗没用，还是忍不住说了：“我觉得你很需要啊。”战逸晨扶着他上车，还体贴地帮他系上安全带。他绕过车身，回到了驾驶座上。你只在你熟悉的地方才能行动自如，换了一个陌生地方，很容易出现意外。哪怕你很聪明，你暂时看不见，这就是你最大的弱点，容易被人利用你的弱点，对你做不利的事情。你还记得那天晚上的是吧？那天晚上，如果不是我大嫂让我一定要亲自送你回家，我没跟着的话，那后果呀，不用我说，你也知道。宁云初默了默后说道：“那是他们害我，现在他们是进去等着判刑了，你就能保证没有人再针对你啦？你2个姑姑现在就盼着你出点意外呢。宁云初要是出了意外，就没有人会和他们争家产了。”宁云初不说话。我保证啊，他们只是保护你的安危，不会监视你，就像我大嫂的保镖一样，只负责大嫂的安全问题。宁云初抿唇不语。他说的再好听也抹不掉，他就是安排人盯着他。战逸晨，你要我怎样做，你才会放弃？战逸晨边开着车边说道：“不管你做什么，我都不会放弃的。那在我奶奶把你的相片交给我的那天开始，你就是我的妻子人选。堂堂战家2少爷，甘心让长辈操纵你的婚姻？”战逸晨笑道：“云初，你不用离间我和奶奶的关系，也不用激将法。我在你之前是没有喜欢的女人的，奶奶给我选了你。我跟你相处后，觉得相处愉快，就认可了奶奶的安排。她始终想不明白，就老太太为什么会相中了她。她是个盲人呀，虽然她的眼睛有机会复明的，现在她不是还没有复明吗？她就还是个盲人，连她亲姑姑都嫌弃她，说她是个瞎子，配不上战逸晨的。老太太是战逸晨的亲奶奶，老人家疼爱孙子也是出了名的，她怎么就给战逸晨选个盲人为妻啊？知道宁云初是老太太选给战逸晨的人并不多。不过就算大家知道，
也猜不透老太太的心思。战义臣以前也想不明白奶奶为什么会选中宁云初，那知道宁云初早已插手宁氏的生意后，战义臣就有点明白了。虽然他不会贪图宁家的财产，但他和宁云初若是成了夫妻，以后再生育儿女，他的儿女除了从战氏那里分到财产，还可以继承宁氏的财产啊。这是最容易想到的一点。当然，战义臣认为奶奶并不是图宁家的财产，而是图宁云初这个人。他们战家是千亿豪门，宁家统共家产才破10亿，现在还有部分要被查封的。那查封后的宁家财产呢，会大幅度缩水。老太太瞄准的绝对不是宁家的财产，她老人家就是摸透了宁云初这个人，想把这样一个人网罗进他们战家而已。云初，我告诉过你，我会帮你请到神医来医治你的眼睛，你一定会恢复光明的呀。就算你一辈子都看不见，那又如何？我可以成为你的眼睛，带着你去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。战义臣温沉地道，我觉得你也只适合我们战家，我家里的长辈都很开明，能够坦然接受你的不足之处，主要是我不嫌弃你，你就不用自卑啦。宁云初沉默了片刻后，自嘲的道，神医岂是那么容易请得到的？我小姑姑跑了无数次 A 市，连神医的联系方式都没有讨到。我们战士与风尘集团深度合作，我大嫂和君家的大少奶奶也在建立起交情，而神医与君家快成为亲家了。我帮你请神医过来医治你的眼睛，成功的几率肯定比小姑姑大很多的。云初，你放心，我说过会让你眼睛恢复光明的。就一定能请到神医医治你的眼睛。从君然的嘴里，战义臣得知程医生很快就会跟着君四少回来，只是现在程医生也是大腹便便的，不宜出远门，君四少也不会同意程医生顶着个大肚子飞到管城帮云初治眼睛。神医的高图程医生与君家四少是情侣关系，目前程医生大腹便便，不宜出远门，等他回来生了娃，出了月子，我一定亲自跑一趟君家，就把程医生请过来帮你治眼睛的。宁家小姑姑费尽千辛万苦，也只知道神医在 A 市出现过，再多的消息就打探不到了。而战义臣却连神医的高图程医生的近况都能知道。宁云初的手机响了，他摸出手机直接接听电话。丫头，你在家里还是在店里？莫东浩温沉的嗓音传过来。我在回店里的路上，怎么了？现在公司里都放假，不过他开店的不放假。逢节假日呢，店里的生意更好。没什么，公司放假吗？我带你嫂子过来看看你，让她和你多相处相处。莫东浩的女友是知道宁云初的存在，但是跟宁云初相处的时间很短。女人大都敏感，对方感觉到莫东浩对宁云初的在乎，对宁云初多少都带着防备之心。以前莫东浩也不乐意让两个人接触，主要是他当时还不能让人知道他和宁云初的关系。现在知道战义臣喜欢宁云初，莫东浩对云初也死了那条心，一辈子只当兄妹。他觉得要缓解女友与云初的关系了。你们过来了吗？要不要我安排人去接你们？宁云初对莫东浩的女友印象很深，虽说两个人相处的时间很短，对方对他也有着防备之心，但他是真的把对方当成嫂子来看待的。莫东浩笑道，不用，我们昨晚就到了，住在酒店里，现在刚用完早餐，准备去你的店里。昨晚过来的也不告诉我一声呀。你昨天参加苏总的婚宴，我就没有打扰你。行，我开车了，待会儿见。你嫂子给你带了不少特产过来。云初笑着，那我有口福了，等会儿见。等他和莫东浩结束通话后，战义臣问他是姓莫的那个，耳朵那么尖都听见了，还问。宁云初又平静地说了句，浩哥带着嫂子过来陪我过5·1，姓莫的有女朋友的了啊。本来就有女朋友，处了几年的，应该很快就会结婚。他解释了一句，
我和浩哥就是兄妹关系，虽然我们没有血缘关系，但在我心里我一直当他是哥哥的，他也把我当成妹妹来看待。战逸晨在心里腹诽，莫东浩对他是有个想法的，只是他对莫东浩没有那种男女之情。回到春暖花开的时候，莫东浩以及他的女朋友贤姐在店里等着了。莫东浩看到战逸晨那辆迈巴赫的时候，没有半点意外。战逸晨扶着宁云初下车，莫东浩带着女友从店里出来。贤姐看到战逸晨对宁云初的温柔体贴，不用问也猜到了两个人的关系。他脸上的笑容呢，那便真诚多了。战逸晨握着宁云初的手，与他一起面对着莫东浩。浩哥，云初想挣脱他的手，挣不脱，他握得死紧，舍不得松开。尝试了2次都不成功后，云初也就放弃了，任由这个痞二少握住他的手。都说了他和浩哥只有兄妹之情，那他还要在浩哥面前宣示他的主权。哎，不对，他又没有答应他，他不是他的女人，他宣示什么主权呀？虽然莫东浩带着女友过来，战逸晨对这个男人还是充满了嫉妒的。他与莫东浩面对面良久，俊脸上才堆起了笑容，温沉地说道：云初跟我说，那浩哥是哥哥，那我以后也跟着云初叫莫先生做哥哥了。浩哥，战逸晨叫了莫东浩一声哥。莫东浩的视线落在他紧握着云初的大手上，似笑非笑的，不知道这战二少爷和我家丫头现在是什么关系啊？战逸晨很不喜欢听到莫东浩把云初说成是他家的丫头，两个大男人之间的气氛变得有点紧张啊。东浩，先进店里去吧，这大家都在看着呢。贤姐提醒着男友，然后对云初说道：云初，来，姐扶你进去。他伸手拉住云初的另一边手，轻松地把云初从战逸晨手里解救出来。